这个状态还挺惨的。来了这么多兄弟，是我们中国长安的汽车，这是我们中国的车合众，前挡风全碎，前面脱圈了。刚才差点翻车。一会儿给大家看回放啊。这里是被称为除了南北极之外的世界第3极冬季帕米尔高原，海拔超过5000米，气温低至零下40度，在冰面上驾驶4吨重的防弹车相当困难。为了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，我们在最近的镇子穆尔加布找到了唯一的一个加油站。冻上了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哎呦，我怕那口别那什么。OK， 看啊，这个 AT 的这就是柴油。哦，柴油。对，虽然俄语咱听不懂，但是他说的有点像英语啊。嗯，一到国外就自助加油了。哎，怎么没反应啊？多少钱呀？这是13.5块是不是？岳阳13.5块是咱们多少钱？13.5块，嗯13.5块，正好9块，好贵呀。OK， 我要加帽了都。OK， 太棒了。OK， 我们要去付钱。这回有底气了啊，有油就有底气。这也不怕冷了。375，就加那么一点儿。200，就相当于人民币230。你没算错吧？我们就加了一点点啊。兄弟们看着呢，我们就加那么一点点，你不会把上一个人的钱给付了吧？没有。哇塞，可以啊，可以。muy bien。Hello。走了。375，给了400。OK。Thank you。Merci吧。走了，继续出发。What is this？ Benzene。哦，benzene。benzene 是。benzene 就是汽油。哦，它应该是往里灌。他开那个车好像是我们中国的车，看着像。广汽埃安。埃安。哦，这个我在那个关口看了好多辆。好多。嗯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中国出口的汽车，可能大家在品牌上在中国都不知道，但是其实我们出口做得非常好。对。行了，继续出发了。加满汽油，我们继续上路。但还没开出去多远，我就发现汽车已经开始有失控的现象。冰岛自驾的经验告诉我，是时候该给轮胎放气了，但放多了又怕汽油不够，而放少了可能又会频繁的打滑失控，而两边又是深沟，这一旦要是翻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给大家看一东西，我在路边看到这么一个车，兄弟们看看啊，这是非常漂亮的美景，但是这条路非常的滑，这条路已经全是冰了，原来下完雪，现在化了，现在全是冰，这车窜出去了，从这儿看见了吧？从这儿直接窜出去了，然后就废在这儿了。这是一辆被运输的新车，也是我们国产的啊，这是我们中国的车合众窜出来了，因为它是公路胎，在这儿基本没人开了，前挡风全碎，前面脱圈了，然后就是被弃在这儿了。这一路上我们看到这种滑出道的车非常的多，然后他们也不要了，直接就弃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成本太低了吗？救援的成本比这个运输的成本还要高。不过它这路啊，虽然很漂亮，但是确实啊，要非常的小心啊。即便是我们这个4吨的巨兽，也得非常的小心。兄弟们看看啊，这是随处都可见这个坏掉的汽车，轮胎爆了的。用的也是我们中国汽车。兄弟们啊，看看啊，这儿又遇到一个，连大车都给干崩了。这边全是石子儿，这真的是。这边是不是雪地就是石子儿，反正不是路特别滑就是路特别渣。哎我天！就没什么好地方啊，要你命3000。对，这真的是很危险。我们一不小心就也是停在路中间这位。没事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慢慢开。原以为啊，我们这个走这个斯坦国啊，这个应该用不上什么越野车，感觉这个夏利都应该能来吧。没想到果然啊，这个出乎意料了。没想到这边的路还挺颠簸。兄弟们啊，我必须得给大家看一看，
看看我身边旁边的这个美景。其实我们平常很少拍美景，但是没想到真的在塔吉克斯坦，这处处随便一个景儿，看看这儿，就特别像加拿大的哥伦比亚冰原。你们要知道，要想看到这种哥伦比亚冰原的这种美景，可能你要花10万甚至数十万，你才能看到这种景。但是在这儿真的随便一脚，除了有点喘以外，在这儿开车自驾简直就是享受，真的。只有我们一辆车。对，只有我们一辆车，没有人。看我们的车，经历的啊，看看这轮圈。昨天整个全程全部都没有路，它是一直没有路。你们看看，连备胎上都这样。在塔吉克斯坦这边，好多的地方它没有路的概念，就是你想怎么开怎么开，你想去哪儿去哪儿，反正大方向不错，就正常来说你就应该能到。哎，置身在这么美景的环境下开车，真是一种享受。来，让我们继续享受。Let's go。就在我庆幸一路上看了很多汽车失控的事故，但唯独我们独善其身的时候，现实的巴掌终于抡到了脸上。我采访你一下，你刚才是怎么拍的？跳上舞了呢？怎么开的？这个路啊，它不但它是很滑，它还很坑，就相当于是在炮弹坑里结了冰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啊，兄弟们，我刚才差点翻车了。一会儿给大家看回放啊，兄弟们，我觉得啊，耀阳的驾驶还是可以的。我没有去大家请勿模仿。我没有去踩油门。你没发现？错了，我没有去踩刹车。你没有发现我已经不说话了吗？我已经不出声，我怕干扰你。他那一颠，直接这车离地了，可能我开的稍微有点快，然后离地了以后，马上直接就侧滑了，4驱雪胎侧滑，因为全是冰，一侧滑，我反打方向，因为这边是悬崖，大家看那边一大坑，因为这边平的，我反打方向，这车就往这边就开始滑了，这时候我就不能再踩刹车了，一踩刹车这车肯定翻，我这车这么高肯定翻，我就让他踩着油门，并着雪里让雪帮我减速。结果雪下去真的帮我减速，我又上来了。我刚才你这个是后尾巴掉进去的时候，我已经觉得我要翻了。翻不了。我当时就已经觉得要翻了。我刚才我也怕它翻，所以我让它前面稍微带点角度。但是不管有惊无险，还是慢慢开，因为就是虽然说我们的车很重，虽然说我们的轮胎很稳，但是大哥您还是不要肆意妄行好不好？我给大家看看啊，这不能啊，那个说嘴啊，这刚才是跳上舞了，就从这儿看看，这车从底下从那儿跳回来的，到底下到这儿，看了吧？到这儿卡了一下，卡那儿了，然后我顺着惯性我又上去了，得亏我们啊之前啊。去过冰岛，开过那个大脚车，但是开大脚车呢，说实话比这个还要稳点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就大脚车全是在雪里头开，就没有冰面，就是相当于全是在旁边的雪原里头开，阻力很大，就是要不然你就上不去，你就退回去。打滑的时候也有少，但是像这个冰面，你看这么滑的地方。我说往往美丽的里面都是蕴藏着危险，你还跟我说玫瑰都是带刺的，我们话音刚落，带没带刺？就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车，就直接就是弃车而逃了，你就看到这个路感觉到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危险或什么，但是你刚才跳跃起来，你知道给我吓的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下，我当时说哎怎么那么快，我说慢点，到最后我不说话了。我已经觉得不行，我不能再说了，我再说干扰他，我们必翻到这里，汽车的就是我们了。没事，我们就在这儿滑。哎呦，我就在这儿滑冰吧，这比我想象的还滑，得亏真的啊，兄弟们！要不是咱们换这大轮胎，你刚才必翻在那里。285-7017的雪地胎，这是 AT 加 MT 的雪地胎，都这样。不过确实太滑了这块，你看看，我这是防滑鞋，太危险了，太惊险了，咱慢一点。要不然我跟你说，这里没有人啊，一望无际，连个人都没有，连辆车都没有。你把车要是卧在这儿，咱俩的这个中东之行，穿着中东就到此结束了，是吧？
慢点，它这个慢点，慢点。4吨还是不好刹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你要开的时候你要注意，我预计慢刹不会开你这么快。慢刹啊，慢，别刹车。遇到这种情况别踩刹车，你要刹车踩死这车必翻。一定要带油门，顺着坡上来，不要让它往一个方向去。你这是什么？你这是现身给大家体验了一把，所以这就是现场版教学。走吧，走吧一会儿咱们找一地儿先吃点，补充点能量吧。你是不是都饿晕了？有点儿。慌了。来，我们先走。哇塞，这雪前几天可能还在下，一直在下大雪，所以它下完雪以后，它还是会打滑的。非常滑，这大冰这。在帕米尔这种高海拔冰原上开车，有一种渺小到极致的感觉。随便出现一点问题，我们人类能做到的就是无分国界，尽可能的团结。哇塞，兄弟们，看看这个直接戳进来了啊！这也是我们中国长安的汽车。他要是拉这个 Yeah. This also Chinese car. ，Yeah，it's Chinese car too。 Chinese car have a Chinese car 啊。Yeah, correct. 兄弟们啊，一时着急，咱们那个前面那个牵引的那遥控器我一直没找着，但是我还带了拖车绳。大家都在集体救啊！躲开，向后退，给他们一个缓冲劲儿的那个空间。OK， 这个状态还挺惨的，前杠没了，看来它这个整个轴可能断了。现在转向已经失灵了啊，走不了了。来了这么多兄弟，哇塞 Thank you. 哦 ，No problem，Thank you，No problem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些自驾游的人已经帮不了了。怎么说呢？他们已经叫救援了，救援大概1个多小时以后能到。希望大家慢慢开，一路顺风。在解救了我们中国汽车之后，我们身心俱疲，决定在冰原上奖励一下自己，来一顿热腾腾的大餐。兄弟们，看我找这地方怎么样？景色漂亮，封闭路段还非常的平坦，非常的安全。看看多美！哇，主要是我好饿呀，悠悠。全程几百公里，没有任何的一个能让你吃饭的地方。对，而且开车刚才那一段就是特别费体力和脑力，就是一直要颠簸，真的好饿。咱们看看，咱们有什么吃的啊？哎呀，这是榨菜、外婆腊肉，给面条吃。那你要用什么煮？Very nice。兄弟们，真的，什么饭也没有我们中国饭好吃。
搞错了，再来。兄弟们啊，简简单单又是一餐啊，收拾，出发。出发。怎么样了？这修好没啊？这不用修了，我给它拆了。啊兄弟们啊，你离稍微远点儿。这个小爬梯，这个在颠簸路段，妈耶！我说你躲远点儿，它直接会下去。哎，不能这么粗鲁吧？首先，我说啊，为什么我说要弄它？它已经严重影响我行驶了。看，我现在我给它紧上，完了我再弄，我再给它装上。其实我这车要小爬梯，没什么用。就是上去拿东西嘛。车上是铁的，对，这个都是铁的，非常精彩。所以这个既然它既影响后视镜，又非常的颠，很影响我们通过性的话，那我们不要了，不需要它了，把它运到城市给它送人，或者给它扔了吧。Very 干净，走，继续出发。哎呀，太冷了，再待一会儿我就冻成冰了。为什么要在这儿踩刹车呢？兄弟们看啊，我现在踩刹车，听着啊，我去，看，我去，你别，现在才开始有，在这种冰雪路段，一旦你受过雪，或者你涉过水，然后又冻冰了，你很可能就没刹车了。所以在过了一会儿的时候，找能够测试刹车的地方，一定要多跺2脚刹车，要不然真等你想刹的时候没刹车。我去，这个在雪天里还是要大家要有一些这个经验哈。是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出发了。饱餐之后，我们有劲儿了。出发！兄弟们啊，出事了！前面山塌了，所有的路没了，这么多的石头就从上面坍塌下折了，看喽！咱们能不能往前移动一下？生死交到我手上了。不就旁边就是几百米的悬崖吗？